张若昀的新剧在万众瞩目中终于开播了。想当年这部剧的原著那是大杀四方，深受书粉的喜爱。如今改编成影视剧，还成为上星剧，网台联播，这样备受捧爱的待遇，他承受得住吗？显然，此剧开播之后，口碑略显扑街之势，大家的期待值下头了。连张若昀的演技也扛不起此剧的祖母绿滤镜，再绿一点，直接成为健康码。然而，更抓马的事儿还在后面，大量关于此剧的评论被删。剧方是否存在控评的嫌疑呢？ Hello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物理范闲的新剧开播，身为庆余年剧粉的小编，怎么能不去捧个场？还没等小编细品此剧时，先被网友们爆出来的评论震惊了。清一色的差评，大规模的翻车。此剧的争议声不是一般的大，在口碑方面并不理想，但之后的一系列神操作，足以败坏路人的好感。有网友发现，雪中在豆瓣中的好多差评都被删除，从300多条硬是删到几十条，这是演的差还不让人说了吗？对于这种暗箱操作的不光之事，剧方的格局没有打开哦。而且一部剧不可能做到完全好评，这种删评论的事情是代表剧方心虚吗？大家细品。那么网友纷纷给出差评的事情，究竟是人为攻击，还是此剧本身就槽点多？咱们还是根据此剧目前播出的剧集来说。此剧一开始，小编就被张若昀饰演的徐凤年乞丐造型雷住了，这是从哪儿逃荒来的呀？黑不溜秋的肤色，邋里邋遢的龙须辫，被人追杀时露出那五官乱飞的小表情，着实有些劝退观众了。相比陈伟霆在《狐珠夫人》中被人不断吐槽的龙须头，张若昀不仅模仿，还超越本尊，这也算是一种实力吧。然而更雷的还在下一个，他还有个长发及腰的造型，配上他一身的素衣和苍白的妆容，这要是半夜出去还不吓死个人？他还被不少原著粉吐槽颜值不配，吐槽张若昀硬演绝世美男子，还说古偶丑男又多了一位。不过比起造型，张若昀的演技也不太给力，时而睁大眼睛，时而眯起来。恐怕张若昀以前因为庆余年积攒的口碑，这次全要砸完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徐凤年这个角色的性格跟庆余年的范闲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啊。徐凤年表面纨绔，实则胸中有谋略，心中有盘算。范闲也是表面吊儿郎当，实则善良腹黑，城府极深，因此给剧迷有种串戏的感觉。确实，相似角色会给演员带来很大的考验，而且范闲这个角色的成功已经深深印刻在大众的心中。此次张若昀再想演出花来，难度系数很大，所以一旦一个演员表演定型，就很难突破自我，因为毕竟本色演员为多，而性格演员罕见。即便张若昀本身潜力无限，面对这个整体制作都着力打造的庆余年兄弟篇《雪中悍刀行》，他即使有塑造一个崭新形象的想法，也必然会受制于剧本所规定的角色而无从发挥。好在张若昀的台词功底还能扳回一城来，但是女主角色的演绎却并不过关，被指五官乱飞，台词硬挤。她就是饰演江妮的李庚希。李庚希是一位00后的小演员，出演过的剧作并不是很多。至于她为何会成为这么一部戏骨云集大剧的女主，我们暂且不讨论，只说说她在该剧中的表现。李庚希饰演的江妮是前朝公主，被北凉王所救，成为了徐凤年的丫鬟。她想要杀掉徐凤年，内心却又有点舍不得。本来这样的人设是很有看点的，可是因为演技的不足，反而成为了败笔。李庚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演技全靠五官输出。他最大的亮点恐怕就是表情的夸张了，瞪眼、翻白眼、发呆、撅嘴、皱眉，简直可以做成表情包了。除此之外，李庚希的台词也略显不足，总是在与其他演员对话的过程中显得生硬，可能也是有对比的缘故吧。江妮的扮演者李庚希长相偏寡淡了，古装扮相确实很丫鬟，但一点都不公主。当江妮一亮相，弹幕纷纷吐槽，就这。估计与原著粉想象的江妮完全不同。虽说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但李庚希这位演员的长相显然没能征服大多数观众。在都市情感剧《小欢喜》里演邻家女孩英子还可以，真演起背负家国仇恨的公主，李庚希的颜值就不够用了。庆余年里的李沁虽然演技一般，但人家美呀。一个偷吃鸡腿被发现的镜头，分分钟直霸热搜，这就是美貌的力量。两位主演不仅没把剧扛起来，配角也狠狠地拖累了一把。曾经让人惊艳的东华帝君高伟光，在这部剧里也没有幸免于难。明明是在《鬼吹灯》里扮丑也很帅的鹧鸪哨，怎么到了《雪中悍刀行》里就……小编也形容不上来。老黄算是《雪中悍刀行》里的小人物，他是北凉的马夫，看似其貌不扬，实则是剑术高手，3个字形容扫地僧。老黄的形象是缺门牙、背剑侠，
这两个最重要的外形特点在剧中都没得到体现。弹幕有人忍不住说，真想冲进去把他门牙打掉。但抛开外形来说，演员对于老黄这个角色的诠释还是很到位的。另外，许龙相也让书粉不能忍。原著里许龙相生来就是金刚，力大无穷，但因心智未开，所以看上去痴痴傻傻的。许龙相很黏哥哥许凤年，兄弟俩关系很好，但是许龙相的扮演者荣梓杉看上去太聪明了，让书粉无法有代入感。孟子义扮演的红薯娴雅的味道没出来，倒是莫名有几分茶气，而且比起之前的叶红鱼，后来的温情，不知道是不是滤镜开的不够大，下垂的苹果肌和深深的法令纹都让他看起来状态不怎么好。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就是张天爱饰演的南宫仆夜。剧中张天爱的造型着实让人惊艳，白衣飘飘，清新脱俗。她不用说话，嘴角一勾，眼神一瞥，便是白虎脸。一出场，古风江湖之气十足，让人想起林青霞的东方不败。但同样是江湖高手，与林青霞相比，张天爱缺了几分刀客的冷峻气质。值得夸奖的是胡军，不愧是老戏骨。剧中由他饰演的徐骁，尤其是在开篇有种枭雄的感觉。还记得他饰演的乔峰和江夜舟那位武道巅峰的神人也是同样的快感，但此剧中他更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布局之人，所做之事都是为了北凉的安定和族人。第一次和张若昀搭戏，竟让人觉得意外，慈眉善目，放下尊严，上演一场儿子打老爹的戏码，顿时喜剧感倍增。除了演员方面的参差之外，本剧中的制作组也拖了点后腿。本以为《雪中悍刀行》是一幅快意江湖的画卷，没想到却被滤镜毁所有。雪中最早放出预告的时候，大家就对片子滤镜颇有微词，因为看起来太绿了。开播前，剧组紧急对滤镜进行了一番修改，部分网友还觉得好多了。但到了真正开播，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时，仍然觉得这个滤镜非常奇怪，人脸看着都非常吓人。张天爱的整张脸甚至都有些绿得发蓝了。看到这里就不得不说，蓝脸人可以是阿凡达，但确实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健康人。滤镜魔幻也就罢了，但被观众骂飞的就是那慢成 PPT 的打戏，所有的打斗场面都是晃出重影的慢镜头，再加上这5毛不能再多的特效，雪中悍刀行直接变成雪中尬刀停，打戏走位全靠飘。但这个飘法也是令人大开眼界，有观众神吐槽回到新白娘子传奇的时代，而且这些慢镜头还不是一般的慢，调到2倍速都觉得慢。打太极都比他这2倍速的慢镜头快得多，然而慢就算了，关键他作为一部古代武侠片，在前面几集中最重要的打戏竟然略去了对焦的过程，只有起范儿、拔刀、摆 pose、收刀，这就结束了。男主被追杀，女配和他做了交易，于是来救他，只能听见背景音是叮铃当啷的打斗声，镜头再一转就是女配，已经把所有人撂倒的画面了，男主还大呼一句帅啊，这个甩袖动作都是慢镜头。后来3人一起休息，追兵又来了，女配飞上山崖，又是一阵叮铃当啷和惨叫声。过了会儿，女配就又飞下悬崖，淡定地回了男主一句全撂倒躺在上面了。至于怎么打的，大概是叫观众自己脑补，开创了个意识流打戏。哎，就是不打，就是转圈圈，就是玩，转圈圈还慢速转，急不死你。好不容易熬过了急死人的武打戏，又一个镜头让观众绷不住了。女主角在剧中是一个亡国公主，本是西楚人。她说起皇宫被攻陷时，所有的后宫嫔妃为了不沦为黎阳贵族的玩物，选择集体自杀。然而自尽的方式却是大家一起跪在大殿门外，集体切腹自尽。其中一个妃子把刀捅进肚子，还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切开动作。这段催泪回忆让剧中人满是被灭国的仇恨，而剧外的观众则满头小问号。听说过撞墙、上吊、自刎和毒酒的，什么时候中国古代的后宫妃嫔还有集体切腹自尽这一说的？根据原著内容，当年男主父亲攻入皇宫后，西楚皇后本来还存有求活的心思，但男主父亲丢了一丈白绫给他，不想沦为胯下玩物，就自尽吧。绝大部分的观众还是对这个片段有极大争议，因为切腹自尽在许多中国观众的认知中，属于一种日本武士道行为，按在西楚嫔妃自尽的事儿上，多少看着有点违和。还有人更是质疑片方在夹带私货，很难不让人胡思乱想。总之，这部剧开播并没有惊喜到大众。本以为这部《雪中悍刀行》可以与《庆余年》相媲美，看来两者之间相差甚远，没有可比性。剧中才播出几集，不知道之后的剧情能不能使口碑回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